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用中种法制作一款面包——北海道吐司。首先，我们来制作中种面团。将牛奶用微波炉加热20秒，然后加入酵母搅拌均匀。牛奶的温度不要过高，最好控制在40度以下，否则会使酵母失去活性。将牛奶加入面粉，用手揉成团。今天我们来重点讲一下什么是中种面团。我们制作面包有直接法和间接法，前者在面团中直接加酵母来发酵，后者则是在面团中加入已经进行过发酵的酵头来帮助发酵。常见的酵头有偏稀的，如波兰酵头、海绵酵头和鲁邦酵头，也有偏干能成团的，如中种面团和老面。老面是从之前制作的面团中流出的一块面，通常含盐，而中种面团则是特意提前制作的，通常不含盐。而在所有酵头中，中种面团制作方法简单，可以使用总面团中一部分甚至所有的面粉来制作中种面团，是制作面包特别是家庭制作中常用的方法。使用酵头的好处是可以延长发酵的时间，让淀粉酶作用来释放面粉中的风味，并且使用更少的酵母来实现最终的目的，减少成品中酵母的味道，突出面粉的香味，同时可以改善面包的口感，延长面包的保存时间。将面团揉成团即可，不需要揉到光滑。在室温下发酵1小时后，转移到冰箱里隔夜冷藏发酵。如果同天制作，也可以在室温发酵3到4小时，到面团长到3到4倍大就可以使用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制作煮面团，把中种面团撕成小块，与其他材料一起加入到搅拌盆中。因为油脂会阻碍面筋的形成，一般我们都是后加入黄油，但是因为这个配方中的黄油只有很少的量，大部分油脂都在淡奶油中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加入。用厨师机3档搅拌，成团后搅拌大约20分钟，直到抻开面团检查能形成透光的薄膜，用手戳一个洞，边缘是很光滑的。这是完全扩展阶段，因为吐司要发得很高不缩腰，需要有足够的支撑力，所以一定要把面团揉到位。将面团整理一下，让它形成一个光面，放回盆中，盖上盖子，在室温发酵40分钟。因为我们面团中大部分的面粉已经事先经历过一次发酵，面团中也已经存在了大量的酵母，所以在这次发酵中不需要很长时间。40分钟后，我们的面团已经发好了，手指沾取面粉，在中间戳一个洞，它既不回缩也不反弹。将面团转移到撒了少许手粉的案板上，用手按压排气，然后将面团分成3份。我们放在吐司盒中间的面团会发得更高一点，如果想让3个山峰一边高，中间的面团大概要少10颗。将分割好的面团向内折叠，然后翻过来搓成球，借助与案板的摩擦力，让它形成一个光滑的表面。用保鲜膜盖好，中间发酵15分钟，让面筋松弛一下，之后的整形会更容易。15分钟之后，取出一个面团，光面朝下，擀面杖上撒少许面粉防粘，然后将面团擀成一个长条，将下端这样粘在案板上，然后从上到下卷成一个卷儿，最后将贴口结合，然后盖上保鲜膜，继续醒15分钟。15分钟之后拿出一个卷儿，将光面朝下，接口朝上放，这样我们最后的面包表面是光滑的。像刚才一样把面团擀成长条，卷成卷儿，注意下端不要太窄，否则卷起来后外圈会短一截。卷儿的宽度也不要超过吐司盒的宽度。擀卷2次会使面包组织更加细腻，宽度也更好控制。将卷好的吐司卷依次放入吐司盒中，注意卷的方向要一致，这样成品更加好看。还记得我们刚才有一个面团是比较轻的，已经分不清了，我们来称一下，然后把它放到中间。把吐司盒拿到温暖湿润的地方进行最后发酵，可以用微波炉煮开1碗水，然后迅速放入吐司盒，关上门进行最后发酵，这样温度和湿度环境就都有了。提前将烤箱预热至350华氏度或180摄氏度。当吐司发到9分满的时候，在表面轻轻刷上一层鸡蛋液，注意角落和缝隙中也要刷到。如果不盖盖子，可以等面包顶长到与吐司盒平齐的时候再拿去烤。放在烤箱下层烤35分钟。
中间需要在面包上盖上一层锡纸，来防止表面上色过深。面包出炉之后，侧躺着转移到烤架上晾凉。侧躺可以有效防止吐司缩腰。等面包的热气散去之后，就可以掰开了。我们的北海道吐司使用了淡奶油、奶粉、牛奶3种奶制品，奶香十分浓郁，而且柔软拉丝。中种面团在其中的功劳不可忽略。我们都知道刚出炉的吐司是最好吃的，但是如果实在吃不完，等凉透之后放入保鲜袋，密封冷冻保存。千万不要冷藏保存面包，冷藏会使面包加速变干。提前将冷冻的面包拿到室温下解冻，口感依然松软，可以保存5天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